老百姓对于唢呐还是印象中的那种谱、婚丧嫁娶，其实已经早早就走出了国门，登上了世界的舞台。我叫刘文文，是中国第一个唢呐博士，学习唢呐至今大概有26、27年了。我出生于唢呐世家，母亲从明末清初就开始研习唢呐，父亲是小童唢呐的第7代传人。2017年澳洲的新年音乐会，我人生中意义最重大的一次出国的演出，对于我一个学生来讲，我整个人都是懵的，也是我跟著名的作曲家、指挥家谭盾老师合作的第一次。他说，你记住今天晚上你吹出来的那一句就是我们最民间的中国音乐，你可以走慢一点，走得高贵一点。他就一下子给我力量了。百鸟朝凤的华彩段落运用了这个我们循环呼吸的这个吹法，外国观众啊都傻眼了，演出特别成功，网上各种被传，大家都说我们中国这个唢呐去炸外国场子呀。最近几年我觉得是特别忙碌的几年，我要完成我博士的学业，全国各地的演出任务要完成。我的家人还有我的学生不能理解，为什么你永远都在练。对于吹管乐来讲，每天保证个2、3个小时其实已经是很多了。我每天可能达到12到13个小时的练习。它是一个高危乐器，音量响，一点瑕疵它就会被放大。唢呐其实会运用到全身很多的部位，这个舌尖儿、舌中部，然后舌根部，它的这个运动都是非常细微的，这个讲究嘴唇，我们叫做口风，高低音的切换，基本上都是要靠口风的这个伸缩松紧来控制的。最重要的一个部件就是哨片儿，是战场上的这个战士们的枪一样的，哨片都是用芦苇做的。沾湿一下，音色就会能够震动起来了。最初学它的时候，好像还蛮排斥它的，觉得这不是女孩干的事儿。我的嘴会被我们那个哨片上的铜丝各一个口子，很钻心的那种痛。家里没人，我就不练了。然后爸妈他们是内行嘛，摸你哨片都是潮湿的，上来一巴掌就抽过去了。小时候我们家跟所有邻居的关系都特别的差，确实是有点噪音啊。想在业内把你专业立住的话，你就要有自己的代表作品。我从小也听周杰伦，听各种的摇滚爵士乐，我特别好奇唢呐是不是可以把它表现出来。违约了很多年轻的作曲家为唢呐创作作品，所以我们就是又要有过硬的技术，你还有大胆的创新。跟上海的这个爵士钢琴、爵士鼓一融合，哇，特别棒。唢呐它占据了我几乎是98%的时间，同一个事情，你不停在重复它，其实一直是比较痛苦的一种状态。舞台上是我整个人生中可以爆发宣泄的一个时段。我上学那会儿，换来的是所有同学对我的嘲笑。像我现在有那么多国外的一线的这个乐团邀请去演出重要的演出，这个就是一个发展过程最大的一个肯定，它就是代表我们中国的音乐。我觉得世界的音乐文化一定要有中国音乐，不然的话它就是不完整的。